我这个装扮可能会吓到你们哈，因为现在马来西亚这个 COVID-19 的病毒还是蛮严重的，所以我今天是为了要保护自己，所以是戴了3层的这个口罩。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这支23mm f1.4第2代的镜头，因为这支镜头它已经加入了这个线性马达，所以它的对焦应该是会比较快，然后又会很安静。当然，它也加入了这个仿真仿低的这个功能。比起第1代的话，现在整体看起来这支镜头的表现还不错的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会为大家讲解到底这支富士的23mm f1.4第2代的镜头的表现会是如何。虽然疫情还是严重，不过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开放，凡是已经打了疫苗的都可以到餐厅用餐，也可以在本地旅游。除了用餐之外，大家还是要戴口罩。来 ，1 2 3 1 2 3。睇到張啊，睇到。如果是对比第1代的体积的话，它的体积看起来是会比较小，不过其实它的长度是长过第1代的，然后它的直径是小过第1代。对比重量的话，这个第2代的镜头，它的重量大概是370克左右，比起第1代的那颗镜头呢，那颗才290克。它的原因应该是这个第2代的镜头，它里面的镜片就加了好多的镜片哦，比如说 Xperia 跟那个 ED 的镜片。看起来的话，这支镜头的表现应该是会很不错的。镜头的表现确实很不错，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。指边的问题在 f1.4 光圈全开，第1代的23mm 指边就相当的明显。新的23mm 可以说没有指边的问题，第1代的镜头必须缩小到 f2.8 指边问题才能够解决。锐度这方面，两支镜头在 f1.4 中央部分都很锐，边角部分其实两支镜头都表现得很不错。如果真的要在鸡蛋里挑骨头，第2代的镜头只是稍微比较锐一点，没有放大器检视画质，我觉得是很难会看出有很大的差别。全景声的效果在 f1.4 两支镜头背后虚化球面的形状都差不多一样，稍微有点猫眼的形状。不过缩小光圈后，第2代的镜头虚化球面的形状开始变得比较圆形，而第1代就属于多边形的形状。最新的23mm 镜头没有畸边的问题，不需要做什么修正都可以。边缘视光在 f1.4 就稍微的明显，缩小1-2级的光圈就不成问题。富士的这3支镜头 18mm、23mm 跟那个33mm， 它们的重量体积其实是很接近，重量也差不多在370克左右那个范围。假如说你是有拍摄视频，然后又会上稳定器的，我觉得这3支镜头能够提供给你一种方便哦。意思是说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，应该你的稳定器设定好之后，这3支镜头都能够共用那个设定的。如果你对拍摄视频有要求，我觉得今年推出的 18mm、33mm 及这支 23mm 在拍摄视频表现真的很不错。线性马达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对焦快又安静，可以看看这2个视频的对比。第1代的镜头对焦马达的声音就相当的明显。第2代的镜头对焦的马达就很安静，完全没有什么杂音。对焦速度也比第1代镜头快，不会出现拉风箱的现象。对焦人脸或眼睛追踪都发挥得相当的流畅。
如果你是刚进入富士 APS-C 的系统的话，或许这支全新的 23mm f1.4 会是你第一颗富士的镜头，然后再加上它又是一颗大光圈的镜头，你使用在 APS-C 这边可以给你那种全景深的效果。它的最近对焦才19cm， 所以你拍摄实物还是拍摄一些特写的照片就相当的好用。这不是真的微距镜头，19cm 的最近对焦加上0.2倍的放大倍率，拍摄特写的照片是相当的好用。23mm 等下为35mm 的焦段，算是很适合做街拍的一支镜头，拍摄连人带景的画面轻而易举。焦段中规中矩，不会担心在室内焦段太长，也不担心焦段太广，而显得主体有一点变形。习惯使用手机拍摄的这个23mm 的焦段也很容易就上手，加上 f1.4 大光圈，也可以玩全景深的效果。这是搭配富士 X-E4，镜头加机身也才740克左右，这个组合不会太过头重身轻的感觉，还蛮推荐只带这个组合，一机一镜，轻轻松松出游旅行。我相信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：已经有了 23mm f1.4 第一代的镜头，那么这支第二代的镜头值不值得去升级？我的看法其实跟之前我做 18mm 至 33mm 的评测的时候，它的结论其实是一样的。假如说你对拍摄视频那一方面对焦系统有特别的要求的话，那么这些加入的线性马达的镜头呢，比如说这是第二代的 23mm f1.4。它的线性马达对焦肯定快好多，它的对焦的马达也很安静，所以对于拍摄视频来讲，你有这方面的要求，那么升级买这支镜头是没有错的。如果你是纯粹只是拍照片的话，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去做这个升级，你的第一代的 23mm f1.4 也是一支不错的镜头。当然，它的锐度这支新的会比较好，尤其是在边角那一方面。然后它的指边的问题啦，bokeh的球面它会比较严一点。不过假如说你的照片画面不去放大来检视的话，我相信一般这样子看的话，照片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这支镜头值不值得去升级，就看你自己的需求了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应该就先到此为止。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够给你们一些参考，到底需不需要升级 23mm f1.4 第二代 LMWR 的镜头？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读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